2年了，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一块儿学习，一块儿吃饭，感情挺好的。但是实习了这1年，他做了很多事惹我生气。他对我的要求特别高，谈恋爱对于我来说挺难的。他的心思特别难琢磨，我也不愿意总惹到他呀。我挺想做一个小女人的，但他总给不了我想要的，我就感觉在跟木头谈恋爱。他总觉得我情商低，我承认这是我的缺点，人无完人嘛，我希望他能包容我也肯定会努力的改的。他根本就没有情商，总做缺心眼的事儿。我现在对这份感情真的越来越没有自信了。情商低会变成分手的理由吗？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李23岁，来自四川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小婷22岁，同样来自四川，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是同学对吗？学什么专业的？告诉大家。学临床医学。你们这是几年的呀？我们5年。现在大几了？大5实习了嘛。谈了是几年来着？谈了2年。谁先对谁表白的？我追的他嘛。哦，为啥呀？他之前是这种学霸，就是班上就不怎么爱讲话，我们大学同学嘛。就有一次参加聚会啊，他突然来了，去 KTV 他还唱歌，唱一首情歌特别好听。呦，来唱一首情歌，就当时俘获他芳心的那个情歌，唱一下，你们想听吗？鼓掌，哎对，鼓掌，来唱一下。我觉得这么多人，我觉得不好意思。来一下。我们下去再唱吧。不唱是吧？对，人太多了，哎呦，羞涩了啊！算了，不唱就不唱吧，唱得很好听。然后呢？就当时他唱的情歌，你知道那种小女生听了那种唱情歌吗？就心里小鹿乱撞啊，脸红心跳嘛，就想这不是就是我的菜吗？之后我加他 QQ 就聊信息，然后就为了多点时间跟他接触嘛，我就说能不能管他叫师傅，让他教我功课，本来成绩也很好，我们就吃饭啊。学习啊，就班上同学都以为我们俩在一起了，然后他都不知道我对他有意思，还是半年之后我跟他说，我就说你毕业之后你当医生，你做别人师傅，我能不能做师娘？他才反应过来，然后我们才在一起。他当时就说，我当时不知道你对我有那意思，就以为单纯教我功课呢。我整个人特别无语，你知道吗？这情商低到什么程度了？你不就喜欢这个吗？情商高不就早被别的小鹿给撞走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了啊？我当时不是也没想那么多吗？他那天晚上给我说让我做他师傅，然后指导一下他的功课。我想的就是指导你学习嘛，然后我也没往其他方面想，然后谁知道有那意思了。那有这意思好还是不好呢？我觉得也挺好的吧。这是你初恋吗？对，是我的初恋。哎呀，接着说，再后来怎么了？我们俩现在的矛盾就主要出在他情商很低，然后我跟你说，我们都2年了是吧？正常人就应该有很多小惊喜浪漫啊，就2年，他做过1次让我惊喜的事儿，就送过1次花，就那1次花还让我特别生气。他把医院里那种一大束别人送病人不要的百合花，他抱回来送给我。我看见那个早日康复那个牌子还丢在那个桌子上面，我当时想，你送病人的话，你送给我还以为我高兴，我生气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天我不是刚好去医院然后上班嘛，然后一位女病人说她因为花粉过敏嘛，然后把百合花送给我。我当时一看这么一大束百合花，我就理论上来讲，一个女的肯定就喜欢，然后我觉得她肯定也会喜欢，然后我就带回去，然后送给她，挺好。你看嘛，他整个看书看傻了，理论上喜欢，你把送病人的花送给我，以为我会喜欢吗？就结果我就像教小孩一样教他，我就说送女孩你送玫瑰，你自己用点心，你去买，你买束花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结果那我后来不是补偿你了吗？给你买了1束玫瑰花呀。你看嘛，他不说这事，说这事我真的特别来气。他当时我说完，第2天我就收到快递电话。快递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说：“喂，什么女士吗？你是不是在我这儿订了1束花？”我当时整个人整个一想，肯定是呆子干的啊！我说完，他马上就去做，然后结果我就自己下楼，自己牵着那个快递，自己把那个花捧上来，就感觉是我自己送我的，就没有那种情调了，情侣之间的。我问你啊，
像亲亲这样不用教吧？我们俩就基本上是我主动，他根本就不会那种主动。我们除了那个在外面嘛，就他订座位的时候不看电影嘛，订那种边边角角的地方，而且他都不好意思主动来吻我，可能我去吻他，他都不一定接受我呢。然后我觉得公共场合做那事不太好，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是学生嘛，我觉得学生然后做的事也不太适合啊。然后我就这样觉得。之后有一次我过生日嘛，然后他问你想要什么礼物啊？我当时说随你便吧，结果他就送我一本书，而且那书竟然叫《百年孤独》。我生日他送我一本《百年孤独》，我当时一只乌鸦3条黑线从眼前飞过，我整个人特别无语，你知道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送这本书。我觉得我们情侣应该上升到精神层面啊，就是我觉得送本书也挺好的，也是。为什么选择了这本书？这书讲的内容也挺好的吧，现实与魔幻结合的嘛，介绍给他读一下。哦，你是要给他读是吧？嗯，对，然后让我们俩的精神就是能达到相同的层次感觉。他送礼物这事我不说他嘛，就他那样傻样，我都不指望他送我什么称我心意的礼物。结果我当时我就给他提了个小要求，我就说我生日的时候把朋友都叫到家里来，就我们切完蛋糕之后，他能不能亲我一下？然后当天下午我跟他说完这事，他浑身就长刺一样的，就浑身不自在，就特别别扭。结果晚上我们去那个就快切蛋糕的时候，他把我硬拽到一个角落，他偷偷跟我说，他就说他能不能这样，他挺不好意思的，而且他从兜里给我拿出1枚硬币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我们接吻要不由硬币来决定吗？我当时整个人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，你说他一个书呆子嘛，就看书看多，我都给他解题公式解题步骤，你就按照我这样说的做嘛，你偶尔给我一点那种偶像剧女主角，让我怦然心动，有点那种浪漫的感觉，怎么就不行呢？那我当时不是觉得在那么多朋友面前，然后挺尴尬的嘛，而且我当时也没法呀，就觉得抛硬币挺合适的，而且我觉得我吻技也就50分左右，我觉得挺低的，没必要这样做。你看嘛，接吻这个是都用分值来衡量，50分，好，你说你50分，我给你时间，你提高到80分，结果不是网上有个说法嘛，就是用舌头给樱桃梗打结可以提高吻技嘛。当时我就去买了一盒樱桃，我就坐在那儿吃，然后我就让他站在那儿练，他练了一下午都还杵在那儿没半天呢，我都吃完了。我走过去，我这样望着他，我问他，我就说你知道怎么提高吻技吗？然后当时他看着我，然后突然愣了一下，我当时心里特别激动，我这么多开窍，他肯定是不是过来吻我呀？我都快闭上眼睛了都。结果他突然拍了一下手，他就说了一句，他就说我得上网找资料去。我当时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，我当时就想解剖兔子一样把他给解剖，看脑子装什么。这段故事我们申请版权啊，那所有编剧不许偷我们这故事啊，太有意思。你现在会没会？我现在没会，因为没找到那本书。我就想找本书，然后照着念，然后一念就会了。他是整个人看书把自己看傻了，你知道吗？情商低，而且特别不会聊天。我们俩在一起就没有情侣之间那种嘻嘻哈哈，就一起欢乐的成分。就我们俩一起看电视嘛，就现在不是整容的女孩挺多的嘛，然后我当时就来了句，我说要不我也去整个容。结果他当真了，他当时特别正经，他拍着我肩膀，他安慰我，他说没事，我不喜欢漂亮的。我就开个玩笑，他就接不住我这话的梗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确定你不喜欢漂亮的是吗？我当时也是实话实说，我不是你告诉我实话，你女朋友好看吗？算好看吧。况且我就不喜欢那些什么微整的，什么大眼睛啊、S 腰的什么的。我觉得他基因里面有没那东西，也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啊。好，谈了多长时间来着？2年。2年，我们听着就像笑话，在恋爱中的人得苦成什么样哈？就有次我妈视频跟我聊天，就是说见一下你的男朋友啊，然后就走过去，他们就见面嘛，就视频上看。然后我妈当时就你知道丈母娘见女婿第一次客套一下嘛，她就说。我闺女毛病挺多的，你多担待着点儿，就多包容她一点儿。她倒好，当时一本正经也安慰起我妈，她就说没事啊，阿姨，她那些被你宠出来的毛病，我一点一点全给她改掉。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说她，我当时就想找个地方钻进去，我简直是一个呆子，就完全不知道我妈当时开玩笑呢。对我妈打电话问我，她说你什么眼光这是？我说孩子看上去有点傻兮兮的那种感觉。对。还好，对你好吗？还行吧。没2心吧你？没2心啊。但是我想说的就是，
阿姨那件事吧，不是阿姨当时这样说了吗？我当时没想到啊，我觉得，然后我就想的是顺着阿姨的意思讲下去，她不是说有毛病吗？我就想着对症下药没错呀，然后我就把毛病给她改掉，应该就没有问题。行了，你就别解释了，越解释越乱哈。你们现在应该在实习对吧？哎，对。你说实习这事，我真的特别来气。他做事跟正常人思维都不一样。有一次吃饭，那个老师就问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对象啊？”他当时没有。我是你女朋友，他当时回答没有。你说？当时不是刚去医院实习嘛，然后老师问我有没有对象，我就想，要是说有对象的，老师肯定认为就是我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我觉得。看来这臭小子不傻哎。对我那工作和实习可能会有一定影响，然后我就这样说。你说你只是怕因为老师觉得你心思没用在学习上吗？还是说我没有跟你一起考研，就是我成绩不如你，我给你丢人了呀？就是因为他跟老师说他没对象那事儿，结果那老师给介绍一女孩，结果他就去跟那女孩相亲了。你说有男朋友背着女朋友跟其他女孩相亲的吗？我是你女朋友，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啊？我就想老师给我介绍的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他是老师嘛。然后我就想的是，就我这样的正常女孩子看不上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啊，你意思是说我不正常，我瞎了眼看上你了？就结果那个他跟那女孩第二次见面了。第二次还见了？啊，你第二次见面我就不说他嘛。结果他回家，他还告诉我，他就说。我帮他让我跟他一块儿把这事瞒过去，叫我不要去医院找他，就这一年就可能就不要让他老是看见我嘛。我是你女朋友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为什么不能去医院找你呀？主要是我这件事发生的有点超出我的预想，没跟着那几条步骤走，我觉得，他不是已经涉及到原则方面的问题了吗？然后我回去你还知道，然后给他解释了啊，所以女生觉得完全没法处了是吧？现在我就觉得他这种。低情商，而且就是个实习那事嘛，我就感觉他完全没把我放在心上，到底对我们未来是有没有个明确态度啊？就之后发生一件事，就我心里就疑问就会更大，就产生更大。之后嘛，我闺蜜就准备结婚嘛，就叫我陪她去试婚纱。你知道那种小女生看见婚纱肯定心里就特别激动嘛，就肯定想向往啊那种穿上婚纱幸福的感觉。而且我羡慕别人就是相处半年，他们都发展成那样了，结果我就开玩笑问她，我就说。你打算怎么娶我啊？他当时犹豫了，他对我们未来都没有想法，太犹豫了。我当时不是觉着我们都是学医的吗？然后现在医院收的都是一些研究生呀、博士生之类的，我就想我们两个学医的，然后就应该一起去考个研。当时我不是带着他一起学习考研吗？非常努力，然后复习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跟我说他不想考研了。那你考了吗？啊，我考了，然后但是当时我很生气，我觉得，因为之前我付出了那么多，然后认真的教他，然后一起努力，他现在跟我说不考了。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对未来的一些打算可能就不太一样了。你考上了？哎，对。我当时我在想嘛，我一个小女生，我对自己没那么高要求，我没必要那么拼。我不考研，我觉得我没错啊。但是就是不是他去试婚纱那件事吗？之后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可理喻。为啥？因为他不是没事，然后就数了我，罚我占军资，然后还整天唠叨。他罚你占军资？对呀，经常这样占。经常啊？对。你为什么罚人家？就是他总说我唠叨，然后我当时他一直说我嘛，我心里肯定就我们相处2年，他都没给我们个说法，然后我心里肯定就你知道女孩子嘛，就那种有点发那个小牢骚啊，就让他去占了一下。他人也比较傻嘛，呆子一样，我让他占。你真觉得他傻呀？你说他傻，他也不傻，他就对我们感情的事就不上心啊。问问他啊，想结婚不？打算以后等我考研，然后能找一个医院，找一个稳定的工作。你不是考上了吗？啊，对啊，考上以后毕业，然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以后。就3年以后了呗。对。啊。安定以后再结婚。打算跟谁结婚啊？肯定应该是我现在的女朋友吧。老师给你介绍的对象看了？看了，但是不太合适吧，我觉得。不太合适啊。就是也谈了是吧？啊，没咋谈就。没咋谈，咋知道不合适呢？就随便说了一下。臭小子，一开始的时候还真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吧？女生其实还挺有领悟力的，她用了一个词，就是她对我们的事不上心。哎，我觉得你看法挺准确的。你觉得他爱你吗？就是我现在对我们未来，我都不知道他对我什么态度。那事儿嘛，他说我试婚纱，就是我总说他，结果他就跑出去，他就躲他朋友家，他骗我。他当时他就说他早上
出去实习就很早嘛，然后晚上回来很晚，他就打电话跟我说，他就说他跟他朋友上自习去了。就那段时间啊，我们见面很少，聊天也很少。我当时就感觉距离就越来越远，我也想拉近一下我们的距离。当时有一天早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晚上能不能陪他上自习啊？结果他当时拒绝了我，我心里也挺纳闷的，我也挺疑惑呀。结果我就跟着他，他根本就没有去他朋友家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跑到外面去，他就躲我。你说他这种没情趣、低情商，结果他还嫌弃我，他现在还挑我来着。我们俩之间不是应该我选择他，他怎么现在就感觉还在挑我呢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来吧，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有一个翻译家叫朱生豪，他是一个特别沉默寡言、不会谈恋爱的人。他谈恋爱的时候就可以跟这个姑娘一直待着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但是他用了一种可能常人不太会用的方法去谈恋爱，什么？专门给老婆写情书，醒来觉得甚是爱你，我愿舍弃这一生，以此换来思念你。他只会这一招，这是不会谈恋爱。也就是说，你要从一个男人身上发现他没有用寻常别人爱你的方式来爱你，但是他用寻常别人没有用过的方式来爱你，也就是你能找到他爱你的那种独特的方式。那这种人叫不会恋爱，但是他爱你。你只说他情商低，或者说不知道谈恋爱，我说不是的。你知道他是什么吗？他是一个只用理性和逻辑来判断事情的人。他是不是在做所有的选择或在判断所有的问题的时候都是用理性的？刚才听到你说老师那个事儿的时候，我心凉半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他在比较。他是觉得那个人不合适，还不如你呢。他的理性和比较在起这个作用。所以你不要简单的把这件事情定性成为一个男人情商低或怎么样，你要再去找一找他到底有没有用其他的方法来爱你，或者说他其实一直在理性分析。你年轻漂亮啊，你现在那个学历也不错，所以你跟我在一起是合适的。但有一天你跟我在一起，我已经主治医师了，你跟我在一起你不合适，那个时候他会怎么选呢？那个时候你几岁了？或者说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傻兮兮的，还站在原地等他学会爱你呢？姑娘，其实你是在整段关系里面最傻的那一个。你不要以为你在掌控一切，你沉浸在你的爱情之中，但是别人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来爱你，或者爱不爱你，要判断清楚啊。说完了。我想问男生，你们在一起快乐吗？我觉得挺快乐的，我觉得。除了那些你被罚站军姿的之外，对吧？对。那你可不可以说几个你觉得你女朋友的优点给我听听看呢？我觉得她比较了解我，然后体贴我。就比如说吧，我们一起出去吧，然后就是玩，然后不是去问路吗？因为她知道我自己因为脸皮比较薄吧，然后不想去问路，然后她就主动去问路了。然后考研的时候，就是她不是每天早上帮我占位置吗？因为我比较忙，然后我就觉得她真的非常的了解我。他知道你需要什么，而且也关注到你可能这些事情不擅长，对吧？对。那我可不可以？性格也是互补的，我就感觉。再问直接一点，请问你老师给你介绍那个相亲的对象，你说不合适，对吧？因为他说我太死板了。万一他适合？那我肯定适合我现在的女朋友啊。我这样说吧，我不觉得你是绝对不会爱的，但是确实在这段爱情里面。你表达出来的各种爱情智商，实在不咋地。也许在念书这回事儿上，你表现得特别好；在考研这回事儿上，你也表现得很好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也会成为一个医生。但是我想说的是啊，医术这回事儿，除了要有技术，还得要有人的情感。我们才说人心人术嘛，对吧？一个好医生绝对不是只是刀工厉害，或者是判断神准。一个好医生要有爱有心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所以，如果你喜欢他，不管你觉得他美不美、漂不漂亮、合不合适、了不了解你，我想，我理解的爱，并不只是功能性的，就是他能替我占座位，他能帮我问路，绝对不会有一个女孩因为你说他很好用，而觉得他被爱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如果你愿意学习爱这件事情，
让自己更有人味的话，其实谈恋爱是需要用点心，而不是只用脑的。对女孩，我想问的是，那你觉得他爱你吗？他生活中做了很多事，其实也让我那种会产生小感动之类的。那我问你，你罚他站军姿的时候，你觉得他有可能会更爱你吗？没有，因为你觉得你一直唠叨他，或者是现在各种念他，会觉得说哎好没情商啊，好笨啊，好傻啊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会进步吗？很有限，对吧？他躲了，可以见得你以上所用的方法没有效，而且只会把他逼跑，就这样。他也许不是不爱，但是他的爱法跟你不同，而且有可能这辈子都不见得能够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凡事都有优点，有弱项的，只要想清楚，说明白。我觉得爱与不爱其实都不是错，只要不骗人也不自欺。好，谢谢寇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的确有人不会谈恋爱，是情商低的人。但是如果他发自本能的喜欢一个人，他至少会做一件事，就是模仿。自己没送过玫瑰，还没见过别人送过玫瑰吗？只要他愿意，他不会，他会模仿。即便那种模仿非常的粗浅和拙劣，但他会，但他不会。所以说白了，他的确对你不上心，他没有多么喜欢你，但因为你是他的初恋，他也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他以为大概就这样吧。所以你很有可能成为他生命中的过客。但是在我看来，这个男生对你没有多大的热情。他对你没有多大的热情，并不是想要骗你的爱情，是因为的确你是他的第一个。但是我始终相信，当一个人有本能的燃烧的欲望的时候，即便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会去模仿，我会去问别人，女生喜欢什么，我该送点什么，或者我在暗中去观察你喜欢吃点什么，喜欢做点什么。有的时候一些男人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笨嘴拙舌是很正常的，但是有一些发自肺腑的，你是完全看得出来的。男生不坏，也不是木讷，只是你没有把它点燃，仅此而已。给你就提一个要求，心里好好问问，我爱不爱他，我有没有爱上他。女生就很简单喽，两种可能，可能一，压根人家不爱你，可能二，压根他真是一块木头。那你就选择吧，要不要继续跟一个压根不爱你的人谈恋爱？接下来一起进入到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觉得评委老师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。就我自己吧，可能平时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面去了，然后对你可能也没想那么多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内心对你是爱的。我觉得你不仅是我的初恋，然后我也觉得你在我心中已经是一个不能被别人替代的位置了，已经有了一个。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性格也是可以互补的，因为我内向嘛，然后不懂得向外面的人解释，但是你比较外向，然后你能向外面的人解释一些事情，然后你可能对一些逻辑的事情，我们平时的事可能不能用逻辑然后思维去正确处理，但是我觉得我能拥有这种正确的思维去处理它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肯定是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的，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能和好。我想想吧。回吧，两位，回吧，好，来，请关门。那。谢谢。他们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笨死了，带这个。跪下吧。你爱不爱人家？告诉人家吧。我真的很爱你，希望我们能越来越好。好，拥抱、亲吻，开始。拥抱、亲吻，
心，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，地上却一日期，拉长幸福距离。请亮灯啊！哎，观众刚才为什么鼓掌？没看懂。题目明明就是男生要亲女生，不是吗？结果又是啊，不是变，怎么会变反过来呢？来吧。而且女生亲他的时候，他让开了。对。哎，行了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你们自己琢磨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也许是不经意。